不管男女，如果有眼袋的话，就会给人一种老10岁的感觉。很多人去眼袋会用眼霜，其实呢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对消除眼袋也有帮助。首先找到丝白穴，丝白穴在眼眶下方的凹陷处，找到之后，将食指和中指并拢，然后呢放在丝白穴上打圈按揉，稍微用力一点，每次按摩3到5分钟。按摩丝白穴能起到活血化瘀、缓解眼睛疲劳的作用。对改善黑眼圈以及眼袋有很好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经常按摩丝白穴还能够保护视力。很多人有眼袋，很可能是脾虚导致的，所以平时要多健脾。除了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外，也可以用食疗的方法，喝点红豆薏米芡实茶。红豆薏米芡实茶有健脾祛湿、利水消肿的功效，对改善脾虚有帮助。那平时再加强运动，这样脾胃健康。眼命短的人身上会有3处变黑，若你都没有，恭喜易长寿。第一处，肺部。经常吸烟的人，因为香烟中含有很多毒素，所以时间长了，肺部会慢慢变黑，出现很多肺部疾病，这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，也不利于长寿。所以长期吸烟的朋友应该尽早戒烟，平时多吃清肺食物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第二处，脸色。如果经过长时间的日晒，皮肤可能会变黑，但如果不是脸色变黑了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肝血亏虚引起的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不然对寿命也会产生影响。第3处，脖子。如果脖子后面变黑有褶皱，而且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。平时要多注意控制血糖，少吃含糖分多的食物，多运动。若你要出现上面这3种情况，最好及时的调养。若没有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长寿。日常生活中做好饮食和作息规律，有一个好的心态，这样身体健康了，长寿自然也就离你很近了。命长的人身上这2个地方不易发黄，如果你也是，更易长寿。第一个地方，手指。手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那正常的手指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手指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就要引起重视了，可能是长期营养不足，或者是长期吸烟导致的。如果出现这种异常，可能是健康出现了问题，大家最好及时调理，不然对寿命会造成影响。第二个地方，脸色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脸色也应该是非常红润有光泽的。但如果脸色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因为气血不畅、脾胃虚弱引起的，还有一种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如果除了脸色发黄，眼睛或者全身都发黄，就要及时进行检查了。若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所以上面这2个异常，大家要引起重视。想要长寿，我们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平时少烟酒、少熬夜，注意饮食均衡，多运动，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这样长寿也会向你靠近哦。长的人睡前爱做3件事，若你也能坚持，或能为长寿加分。1. 睡前泡脚。每天睡觉前坚持用热水泡脚20分钟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有助排出体内的湿气和寒气，而且对睡眠也有帮助，有利于长寿。2. 睡前不吃东西。很多人睡觉前觉得饿了，就会再来一顿夜宵，这样不仅会影响睡眠，引起发胖，还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睡觉前最好不要吃东西。3. 睡前用手指梳头。睡觉前坚持用手指梳头，每次5分钟，可以畅通头部气血，有利于脑部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促进睡眠，还有利于头发的生长，也能够为长寿加。大家都知道走路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有人说通过走路的快慢可以看出寿命的长短，那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？其实走路和我们身体机能有很大关系，比如骨骼、肌肉、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等等。如果中老年人走路快而且很稳的话，说明寿命会比较长，身体的机能也比较健康。但是呢，想要长寿不单单取决于走路，还和下面这3点有关。第1点，心态。心态的好坏和长寿也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每天都能够有一个乐观的心态，保持好的心情，那么身体状态也会非常好，这样的人会少生病，更容易长寿。第2点，睡眠。
如果长期失眠，睡眠质量差，那么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时间长了，疾病就会找上门。而每天都能保持好的睡眠，这样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，人也更容易长寿。第3点，饮食。饮食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在饮食上能够保持清淡，每天保证有规律的饮食，那么对延长寿命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而知双腿对我们的重要性，腿是交通要道，腿上有很多穴位和经络，维护着气血的运行，而衰老都是从腿开始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双腿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有助畅通气血，保养双腿。动作1，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两腿向前伸直并拢，然后身体向前弯，用双手去扳两脚的脚趾，每次2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脚力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保养双腿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，双腿膝盖微微弯曲，将双手放在两腿的膝盖上，然后前后左右的转动膝盖，先向左转动，再向右转动，这样反复做20次，每天可以多做几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畅通气血，疏通经络，对缓解膝关节疼痛、保养膝盖都有很好的效果。膝盖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做一下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平时再注意膝盖保暖，这样膝盖才会越来越好。大家不妨试试吧，希望可以帮助到。本来呢，白天上了一天班，干了一天的活，到了晚上还睡不着，那对身心肯定都不好啊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呢，让木子教大家一招吧。先用我们的拇指按住风池穴，然后把食指和中指叠在一起，这样敲打脑袋。最好呀，用点力气，还可以呢用手掌心捂住耳朵，然后呢用食指和中指敲打后脑。每天睡前敲100下就行。经常睡不着、睡不好的人，可以经常的做一做，对改善精神衰弱、失眠、耳鸣都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呢可以试一试。那以后呀不用再数羊喽，就像自来水管一样，用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堵塞、老化的情况。如果血管堵塞，血液变粘稠，会给身体带来很大危害。若睡觉时有2个表现，或是血管发出的暗号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，睡觉时流口水。睡觉时突然出现流口水的情况，若排除是口腔疾病，就要小心可能是中风引起的；若还有口角歪斜的症状，就要警惕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表现2，睡觉时呼吸困难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睡觉是不会感觉呼吸困难的。若出现这种情况，也要警惕是血管发出的暗号，及时调理。若你出现上面这2种表现，就要好好保养血管了，不妨常做下面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原地小跑。跑步大家都会，先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双肩放松，2手手臂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踮起脚尖进行原地小跑。每天跑5到10分钟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加速血液循环，促进气血运行，对打通血管有很好的作用。大家不妨坚持练。这一生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中度过的。那本来呢，睡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如果睡不对，也会影响身体健康，让人折寿。下面这3种错误的睡觉方式，希望你都没有。第1个，睡懒觉。一到周末休息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睡懒觉，一睡到中午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错过早餐。如果长期不吃早餐，会给肠胃造成伤害，而且睡觉时间太长也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，这样不利于身体健康，会使寿命缩短。第2个，白天补觉。很多人喜欢睡颠倒觉，就是呢晚上熬夜不睡觉，然后白天补觉。如果经常保持这样的睡觉习惯，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，使身体免疫力降低，身体就很容易生病，不利于人长寿。第3个，吃完饭马上睡觉。如果吃完饭马上睡觉，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，因为人吃完饭后血液大多集中在胃部，如果马上睡觉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影响肠胃健康。上面这3个睡觉方法，如果你也有的话，尽量都改正，这样身体健康了，长寿也会离你很近。眠是最好的长寿药，我们一生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中度过。
如果每天能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对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。那很多人认为最健康、最长寿的睡眠时间应该是每天8小时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有研究表明，每天睡眠保持在6.5到7.5小时之间的人，要比每天睡8小时的人更长寿一些。若每天都能符合这个时间段，而且都是优质的睡眠，那么身体就能够得到充足的休息，人也会感觉到神清气爽、精神抖擞、思维清晰。如果睡的时间太长或者是太短，对身体健康都是不好的。如果睡眠时间短，不仅会使内分泌发生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还会使人加速衰老，不利于人长寿。而睡眠时间太长，会让身体越睡越累，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导致体内毒素、垃圾不能够及时排出，也会给健康带来隐患，使人寿命缩短。所以大家如果能每天保证6.5到7.5小时的睡眠，相对来说或许更容易长寿一些。那大家在睡觉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，睡前泡泡脚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的健康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